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在 Windows 电脑上安装 Docker Desktop，并确认安装完之后 Docker 是可以正常的启动的。首先，我们要安装 Docker Desktop 之前，我们要先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安装 Docker，因为 Docker 是我们后面在建立自动化流程，例如 N8N，或者当我们使用程序员进行网站开发时，所会利用到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步先行完成安装，这样子后面的操作就会顺利很多。在安装前，讲师这边要先提醒，你要先确认你的 Windows 电脑是 Windows 10或者是 Windows 10。另外，Docker Desktop 需要开启 WSL2，也就是 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假如你的电脑之前没有安装过 WSL2的话，Docker Desktop 在安装过程中通常也会引导你进行安装，并且完成所有的设定。那首先，我们先打开我们的Google 网页，使用浏览器，在浏览器的搜索栏里面，我们打入 Docker Desktop。这时候你就会发现，Google 把我们引导到了 Docker 的官网。这第一个的连接位置就是 Docker 的官网。那在我们安装 Docker Desktop 的时候，建议你一定要从 Docker 的官网进行下载，不要从第三方网站或者是其他非官网的地方进行下载，如一些 FTP 的网站，避免你安装到不正确的 Docker 版本或者是不安全的档案。我们点进去 Docker 的官网。在 Docker 的官网里面，我们会看到左边偏中间这边有一个 Download Docker Desktop 那个蓝色的按钮，我们把滑鼠移到这个按钮上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下拉选单。因为 Docker 的安装程式，它可以安装在 Mac 电脑上面，也可以安装在 Windows 电脑还有 Linux 电脑上面。那在这边我们就要选择适合我们的版本，因为我们是要安装在英戴尔的 X8664的电脑上面，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第三项 Download for Windows AMD64。点一下，它就会开始进行下载。那在下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次我们要下载档案是592 MB，它需要一些时间。那讲师这边因为已经是下载完成，所以我们就不再进行下载了。讲师这边就不再进行下载。下载完成之后，你回到你自己的下载资料夹，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Docker Desktop Installer 这个程式，你就把它点两下，开启它的安装程式。在这个画面里面，它这边是一个配置的画面，我们就选择它预设的 Per User Installation 建议的这个安装方式。在它的最下面有一个 Add Shortcut to Desktop，这个意思指的是当你 Docker 整个安装完成之后，它会把你 Docker 的捷径安装在桌面上，以利于你启动。那在这边我们就按下 OK。这时候 Docker 就开始进行安装了。它首先会把这个档案解压缩，然后开始进行安装。那在安装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使用 WSL2 呢？因为 WSL2 呢，它可以让我们的 Windows 可以使用 Linux 的环境去跑容器。那现在安装已经是完成了，我们就按这个按钮 Close 把它关掉。这时候您回到你会看到在你桌面上这边有一个 Docker Desktop 的一个画面。这个 icon 的这个图示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 Docker 它安装完之后，它帮你把捷径安装在桌面上。我们就把滑鼠移到这个图示上面，点两下启动 Docker 的 Desktop。第一次启动会有点时间，因为它需要去配置一些设定。
那当你看到这个 Docker 的 Subscription Service Agreement，这就是 Docker 的安装完成之后的第一次的启用画面。那我们在这边就按这个 Accept 按钮，它就会启动整个 Docker 的 Desktop。那在这个画面，它主要的是要你去注册一个账户。那当然，你也可以按这个 Skip 把它跳过。那讲师会建议最好就是去申请一个账户。原因是你申请账户之后，你未来会在你的电子邮件上收到一些关于 Docker Desktop 的版本更新啊，还有一些它的新功能的信件。那在这边我们就选择 Personal 的这一个 tab， 你也可以在这边打入你的 email address， 然后按 Continue 去建立一个新的账户。相对上，你也可以使用 Google 的 email 账户去进行验证，或者是 GitHub， 或者是建立一个全新的账户，这个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使用 Google 的 Gmail account 进行验证。那点下去之后，因为讲师我这边已经是注册完了，所以速度会很快，它就自动登录并进行完整个验证之后，回到整个这个 Docker 的 Desktop 画面。那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是 Docker 的 Desktop 整个已经是安装完，并且可以在你的 Windows 电脑上启动了。那在安装过程中，假如 Docker 要求你重新启动电脑，你就重新启动电脑就好。那在 Docker 安装完之后，我们要如何确定这个 Docker Desktop 是真的可以使用的呢？因为 Docker 在安装完之后，它有提供一个 Command Line 的东西，可以让你进行做验证。那这个 Command Line 要怎么用？首先，我们在 Windows 的这个搜寻栏这边打入 PowerShell， 把 Windows 的 Terminal 的 Command 把它叫出来。点下去，它会把 PowerShell 这个命令视窗给叫起来。这是一个终端机的 Terminal 视窗。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打入 Docker -version， 然后按 Enter。好，我们就看到了这次安装的版本是 29.6.2 这个版本。那我们要如何在这边确认 Docker 的功能是可以使用的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打入 Docker run hello world， 按 Enter 之后呢，它就会去启动 Docker 最有名的那个 hello world 的那一个 container。按下去之后，第一次他会跟你讲他没有发现这个 image， 所以他会去 Docker Hub 去下载。下载完之后，把这个 container 里面的内容进行输出。那个内容输出就是从 Hello World from Docker 这一段一直到最下面的 HTTP 的这一个字串这边。那这整个内容就是这个 Hello World container 的执行后的状况。那当你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就是代表你整个 Docker 是已经完整的安装在你 Windows 电脑，而且它是全部可以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次的过程中，跟各位讲说要如何安装 Docker 的整个全过程。